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世界最有名的 DJ 几乎都来自欧洲？ Martin Garrix、Tiesto、Armin、Hardwell、David Guetta、Swedish House Mafia， 甚至很多改变电子音乐历史的人几乎都在欧洲。可是世界最大的音乐市场其实是在美国，人口最多的是亚洲。那为什么 DJ 中心却一直留在欧洲？今天我们来聊聊原因。很多人第一次会想到，因为欧洲夜店很多，但其实这只是个表面。真正厉害的是，欧洲把 DJ 变成一种文化，不是一份工作，更不是一种表演。DJ 本来就是夜生活的一部分，在很多欧洲的城市，大家周末去夜店，就跟我们去看电影、吃饭一样的自然。他们不是特别去追明星，而是去享受音乐。所以 DJ 有很大的空间，慢慢的累积自己的风格。第二个原因是电子音乐本来就在欧洲长大。很多人可能知道 House 音乐出生在芝加哥， Techno 出生在底特律，其实这些都没有错。可是真正把它发展成世界文化的是欧洲。1980年代后，英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开始大量的吸收这些音乐，然后加入了自己的文化，慢慢发展出 Eurodance、Trance、Hardcore、Hardstyle、Progressive 等等的类型的电子音乐，甚至后来很多的夜店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。严格来说，如果美国像是电子音乐的出生地，那欧洲就是它真正长大的地方。再来第三个原因，大型音乐节都在欧洲。Tomorrowland、Mysteryland、Defcon One、Awakenings、Sensation、ADE 等等大型的音乐节，一年下来几乎没有停过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 DJ 一年有非常多大型舞台可以磨练。很多 DJ 不是突然爆红，而是一场又接着一场的演出，累积10几年，最后才站上世界的舞台。第四个原因，整个产业链都在欧洲。什么叫整个产业链都在欧洲呢？唱片公司、经纪公司、活动公司、音乐节、夜店、媒体、DJ 学校全部串在一起。今天如果有一位新人在荷兰做出一首不错的作品，可能很快就会有 label 发行，接着有经纪人注意，开始安排夜店演出，渐渐把它推向大型音乐节。这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态，不是只有一个 DJ 很厉害，而是整个环境一起推动它成长。第五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，观众真正的愿意听音乐。很多地方的夜店是社交场所，喝酒、拍照、打卡。可是在欧洲很多的夜店，大家真的会去听 DJ， 甚至可能听了3个小时、6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你会发现周围没有人在滑手机，也没有人一直在要求说可不可以再嗨一点。所以在欧洲 DJ 可以真正发展出自己的风格，他不用一昧的去一直迎合市场，因为不管他放什么，这个市场都有支持他的听众。最后一个原因，欧洲没有急着追流行，
一直累积着文化。你会发现很多世界级的 DJ 不是一首歌爆红，而是10几年甚至20几年一直做音乐，一直在巡演，一直在进化。或许今天的流行可以改变市场，EDM可以退烧， Techno 可以重新流行， Trance 可以再回来。可是不管这个音乐市场怎么样的变化，欧洲的电子音乐文化一直都在，因为他们建立的是文化。所以为什么世界级的 DJ 几乎都来自欧洲？不是因为欧洲人比较有天分，而是因为那里有完整的文化、完整的产业、完整的舞台，还有愿意听音乐的人。当一个地方可以让一位 DJ 慢慢成长20年，自然而然世界级的 DJ 就会一直的出现。也许真正厉害的从来不是某一位 DJ， 而是整个欧洲一起打造出来的音乐环境。当然，美国、澳洲、南美洲，甚至亚洲各地都有非常优秀的 DJ。只是如果把历史上真正改变电子音乐文化、持续培养世界级 DJ 的地区放在一起看，欧洲仍然是最完整、最成熟的生态体系。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，许多 DJ 仍然把站上 Tomorrowland、ADE、Awakenings或 Ibiza 视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里程碑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美国呢？美国当然也有很多世界级的 DJ， 像 Schoolade、Cascade、Marshmallow 等等。而且 House and Techno 的起源本来就是在美国，只是从整体的文化生态、音乐节和唱片公司，以及持续培养世界级的 DJ 的能力来看，欧洲至今仍是最完整的电子音乐中心。我相信在看影片的人可能也有些人会很好奇的想问一件事情，那亚洲有可能吗？我认为有，但需要时间，因为世界级的 DJ不只是会做音乐，还需要完整的产业支持，包括夜店文化、音乐节、唱片公司、经纪公司、媒体曝光，以及愿意长期支持 DJ 的观众。这些不是1-2年就能建立起来的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只能选一个国家，你会认为哪个国家最能代表电子音乐文化？荷兰、德国、英国还是其他的国家？欢迎在今天的留言区告诉我你们的答案，说不定也会成为下一集的影片主题。如果你喜欢这系列，记得订阅 iCookieYou， 未来我也会继续带着大家用 DJ 的角度看见更多电子音乐背后的文化与故事。我是 Cookie， 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